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。 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印度奶油咖喱鸡的做法，有朋友说很喜欢那个自制的咖喱酱，但是希望我能够分享怎么样可以让那个咖喱酱保存的时间更长哦。那就是要进阶把咖喱酱浓缩成咖喱块咯。自制咖喱块其实真的比想象的还简单非常多哦，而且自制的材料单纯又健康，重点是味道超级美味，好康赶快分享给亲朋好友，重点是叫他做给你吃。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需要的朋友请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咯。今天介绍的是印度风味的咖喱块，咖喱粉品牌蛮多的，就找自己喜欢的品牌没问题。在台湾的朋友可以到迪化街或是中药材行，甚至是虾皮都可以找到。另外这个是 paprika 甜椒粉，这个不辣，只是取香气颜色，喜欢辣的可以用辣椒粉。第一次做，我建议所有的材料大家都要准备哦，否则少一味影响还蛮大的，既然要做就做得像一点。另外这个也是不可少的玛莎拉粉，这个在印度就很像中式料理的五香粉，有画龙点睛的功效，不可以不加哦。这个我是在虾皮上面买的，大家就网路搜寻一下，很好买。另外这个是 tomato paste， 这个翻译成番茄膏或是番茄糊，这个是浓缩番茄酱的概念，味道比番茄酱浓重很多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少的材料，不加会少一味哦。另外这个是生腰果，这个有浓厚的奶油香气，而且加了之后特别甘甜，本来需要面粉炒奶油打个基底，用腰果来取代奶油跟面粉更健康。真的没有腰果就用其他类的坚果也还行啦，但还是首推腰果哦。没有生腰果就用烘焙过的腰果。另外是油的部分，你可以用冷压酪梨油、冷压椰子油，想更香的也可以用奶油或是无水奶油都可以，但建议就是不要用化学精制过的油，比较不健康，因为这个食谱的香料味很重。你想用冷压橄榄油也还可以哦。把所有的材料放入果汁机或是调理机当中，打成泥状。这个没有要追求很细致的口感，所以不一定要用到破壁机，一般的果汁机、调理机、搅拌棒通通都可以，就是打成泥状就可以。最后也可以加上些许的黑胡椒粉，反正就是想办法把它打成一个泥状就可以啦。如果你真的连最基本的果汁机都没有的话，那应该可以手动把食材磨成泥吧，或是想办法把食材用刀给剁碎。如果你连刀都没有，那我想这个食谱你还是看看就好。打好的咖喱蔬果泥，我们要准备来炒它，收干水分。这也没啥技巧，就是把它炒到水分收干，这个就有点像之前分享过的炒凤梨馅或是炒豆沙馅的概念，水分收干才可以保存的久，也才能凝结成团状。那记得全程就用小火，然后不断的翻炒。其实这真的没什么技巧，主要就是在考验你的耐心跟耐力。用个导热均匀良好的锅子哦，比较不容易烧焦。如果你是用那种快炒用的手铁锅，可能要更注意哦，否则很容易烧焦哦。那我今天用的是之前测评过的 Fusion Tech， 它吸热很快，虽然导热很均匀，但是记得火力一定要小。如果边缘有点沾黏到，可以刮除，不用担心。如果你用的是不粘锅的话呢，记得刮的时候还是要用细胶铲或是木铲比较安全哦。我这个是陶钢的，不怕刮，不要说我虐待锅子嘿。反正炒这个馅料记得就是要炒到爆团，不粘锅。如果用不粘锅来炒是最明显的，它会整个成团哦，然后成团之后也不粘黏，大概就是影片这样子成团的状态，然后外表看起来油油亮亮的，有微量的油释出，这样就可以起锅入模定型。喜欢什么样的容器都可以，玻璃保鲜盒、珐琅盒通通都可以。趁热表面压平以后，可以压上一些之后要分割的线条或纹路，这样子就会很像市售的咖喱块。
稍微分割之后呢，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或是冷冻，大约冷藏1到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定型完成。定型之后呢，我习惯彻底的再分割，分割成小块状之后呢，可以一个一个包上保鲜膜，然后全部密封起来。下次要用的时候呢，想拿几块就拿几块，非常的方便。放冰箱冷藏2到3个月不是问题，放冰箱冷冻的话呢，时间就更长了。自制咖喱块，等你交作业咯。自制的咖喱块可以用来做各式的咖喱料理，像之前分享过的印度奶油咖喱鸡啦，或是咖喱猪肉、牛肉，通通都可以。顺便来做个统计票选，想用自制的咖喱块学做一锅煮咖喱饭，还是咖喱乌龙面呢？请留言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풍선을 타고 난 날아올라 yeah, 풍선을 타고 난 날아올라 yeah, 풍선을 타고 난 날아올라 하고 싶었던 춤이 다 골라 어디든 갈 거야 수박은 바다 그저 그랬던 풍경들이 이제 보니까 아름다운 느린 걸음걸이 음식은 그냥 주전부리 여유 있으면 더 충분히 행복해 미소가 지어져 yeah. 오늘은 한편의 동화를 썼음 hey. 풍선을 타고 난 날아올라 yeah. 풍선을 타고 난 날아올라